北戴河哈，其实这个离北京不远哦，一向来就是中共高层避暑的一个圣地哈。以前毛泽东还喜欢下海游泳这个因为这个夏天很热，他认为到那个地方呢，大家一方面避暑，一方面可以所谓开神仙会哈。那这一点来讲，其实这个北戴河呢，当然是有它特殊的这个政治跟历史的意义。那中共呢，它现在建党100年了，其实，对中共来讲呢，它当然是大述特述它的这个100年来的这些成就了哈。那总的来看呢，我个人认为中共他自己最满意的事情，当然就是夺取了政权。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了一个几千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强固控制一切的这个政权。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政权当然过去是有科技的因素社会的因素，但是现在来讲中共呢这个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贯彻它的意志，贯彻它的统治，这一点来讲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那这个有很多人说呢，这个中共到底呢，这个在过去呢，这个建立了政权之后他也犯了很多的错误他自己也承认从这个之前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残杀地主，到大跃进、三面红旗到文化大革命等等那但是呢他自己认为说他是一个有反思能力的政权。那他这个反思除了他的政权的这种维持一党专政独裁专制这个国家这个就是一定要由共产党来统治，党政军国社一体，这些东西它是不可能改变的之外其他的一切的策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宣传它都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它有所谓的统战这个然后各式各样的这种面目出现在世界上。有的时候呢看到他对第三世界国家好像非常的慷慨大方这个强调这个巩固这个第三世界的利益。最近呢，他还带领50个国家说要跟世界上这个曾经在历史上用过奴隶的国家要讨个公道要讨个赔偿。这当然是针对西方国家。像这样的事情看起来呢，他好像大义凛然，但是实际上他对于国内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铁拳又是毫不迟疑绝不手软的。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多面目的一个政权。那这个现在习近平可以说是更把这种这个共产党的这种集权统治我讲的这个集是集中权力的集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因为呢，在邓小平改革开放之后其实邓小平强调的还是经济建设。然后对外呢，原则上来讲采取还是比较和缓，所谓韬光养晦的立场。那他亲自决定的2任领导人江泽民跟胡锦涛虽然在过程中也有一些偏向，但总的来看是文官治国朝着邓的这种抓经济建设的这个路线。那这个习呢，很清楚的他现在来讲比起这个江湖来讲，他更像毛泽东，而不像邓小平。他更强调这个意识形态的部分，更强调这种这个枪杆子出政权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建党这个天安门广场开大会，这个大会也就罢了，还有类似阅兵的这种空中分列式，这个歼20从空中飞过，这个在过去这个江湖时代建党90周年建党80周年都没有这样子大的排场，可见的他对于他个人的权威他自己的这种崇拜对于这种枪杆子出政权，对这种武力来控制社会的这种心态可以说是就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了。这当然这个也实在是有一些客观因素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这个美国呢，从这个2001年呢发生了9·11事件反恐战争之后把这个心力放到了中东，军事的部署也好，外交的政策也好，都朝向的是反恐战争。在军事上呢，它的军事集中在中东，然后呢，在外交上呢，在它需要中国在联合国、在其他国际组织给它的支持，所以呢，就给了中国一个做大的空间因此，在这个20多年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方式，中国在这个经济上在这个世界的影响力，在国际组织里面的这种地位可以说是水涨船高占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地位。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刚好这个又在这个2020年，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发生了非常严重的 COVID-19 的这个疫情。那这个疫情我们不管怎么
说呢，中国呢，共产党它是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哈，至少让中国人民相信。那我真实状况恐怕要等到以后的历史学家，甚至等到中共解体，这个真的有转型正义之后哈，才有办法知道这个真相。但是至少就目前看起来，就中国人自己的认知看起来很清楚，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哈，是比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更有效地控制了这个疫情。好，那这个习近平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好，也就是说，不管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大家就觉得在世界上这种情况下来讲，是这个东升西降，他控制了疫情，维持了经济的发展。好，这一点来讲，特别是中国人呢，好，这个我必须要讲，好，这个可能观众朋友听了会不高兴，但是呢，我还是必须要讲，就是呢，中华文化传统上跟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呢恐怕有更加崇拜权威，强调所谓政治效率，强调所谓多数人福利可以牺牲少数人的这种信念恐怕是更加的强烈。譬如说，你说在美国或者是在欧洲，你说叫大家戴口罩，这个很多国家政府是没有办法强制人民戴口罩、打疫苗的，因为他认为说这个是一个个人的自由，虽然基于防疫、公共卫生、保护这个全国人民的安全这个一定是有其必要性。但是美国呢，很多州认为说你强迫大家戴口罩，强迫大家打疫苗，今天你能够强迫这个。纵使你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你今天可以强迫这个，明天你就可以强迫我做别的。好，所以呢，对这种政府扩权的这种警惕心呢，是这个西方国家传统的这种自由这个政治的特色。好，这个也用到这个防疫，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呢，在去年疫情的时候，很多州这个是不戴口罩，很多人拒绝戴口罩，拒绝打疫苗。好，那这个呢，还是要尊重他的这个自由。他们认为自由重于防疫，所以呢，导致了这个西方国家，像欧洲，现在欧盟也说，任何国家不可以用任何方式强制人民打疫苗。好，所以最近法国总统说，你这个谁不打疫苗，要处罚，立刻引起这个欧盟理事会的抗议。这种观念呢，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不管是台湾还是中国，是不可能接受的。大家怎么会觉得，你这个可以为了个人自由，不戴口罩，不打疫苗呢？这点我相信这个是没有人可以接受的事情。那所以，那大家想到当然就是说，要把疫情压下来，经济要赶快恢复生产，要赶快解封，听专家的话。这点在亚洲是非常清楚的。特别是在华人社会。可是，在欧洲、在美国，他们就不这么觉得了。难道这个病毒会看人来分别吗？不会，这是在于根本的文化、政治哲学、社会生活方式的基本差异。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在中国，大家信的是后面这一套。看到习近平，看到共产党强势控制、强势封城、强制大家打疫苗。不管这个疫苗效果怎么样，至少大家打了就多一分安心。像这种事情也就是说，这种崇尚权威、强调所谓的效率，对于这种个人的自由，这种政府的扩权，比较视而不见的这种文化，非常巧妙的被中共所利用了。甚至于说它本来就是从这个地方起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可以说，这个他利用了中国人民就是喜欢，甚至讲亚洲整个的政治文化，强调权力，强调所谓公共利益，这个重视权威，这个强调所谓的经济，对于这些其他事情比较视而无的情况，又得到了新一波的好像发展的优势，所以这一点来讲，我们会看到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年感觉上是一个非常难缠、可怕的敌人我认为不只是因为它本身组织的严密，而在于说它本身生存发展的这个土壤，就是一个恐怕是有利于它生存发展的这个土壤跟文化。是。